加德满都这个所在呢，你可以体会到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庙宇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呢，它有非常多，你看像那个是捣翠的啦，然后还有水啦等等呢，各式各样，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寺庙都有它独特的地方，都有它拥有它历史故事的地方。尼泊尔这个地方的辖内触目所及呢，几乎全部都是非常具有尼泊尔风情的东西，尤其是在这边的藏传佛教，尤其是在这边的当地的印度教。我们现在呢绕过来之后呢，又来到了千佛塔啊。那你看看这一些塔，其实都隐身在巷弄里面。尤其是经过了15年的大地震之后呢，哇，整个加德满都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架起了这个鹰架。害怕的就是呢，这一些古迹呢，这些古迹其实也可以说是加德满都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哦。我在古景呢，哇，尼泊尔会变得非常少人来。一般来尼泊尔的有2个，一个就是登山，我们台湾讲的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另外一个呢，就是来尼泊尔，不管是朝圣也好，或者是看那古迹都好。我们就上一次的地震，1934年，大概80年以前，但是这个寺庙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当时就不是这样，他就当时上面这一部分就倒下来了，就是倒塌了，所以他就过去的那个地震以后维修过，所以这次的地震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呢，在这个隔壁的小小的。然后他就是用了那个2个手，一个在往上，一个在往下，什么天上天下，千佛塔在加德满都一个巷弄内那在这个古地里面有非常多的佛教跟艺术的重镇就在加德满都。马拉王朝分裂之后呢，建成了旧皇宫跟杜巴广场，我们刚刚有看到的艺术之城也拥有它的历史地位千佛塔。那千佛塔、千佛庙都可以呢，是一个类似像塔状的寺庙，这里由大量的陶砖所建成的。到今天一定我把规定的数这每一殿维亚丁馆陶砖上面都有一尊精致的佛像，因此它被称为叫做千佛庙，也可以叫做千佛塔。仔细给他看一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佛像。千佛庙就藏在一个被民宅包围的小广场，因此参观千佛庙的同时呢，不可避免的也成为居民观看的对象并且这块他也看，所以我就说过了，印度教、佛教、藏传佛教等等呢，融合在这一个尼泊尔当中
广场当中的小佛塔，其实小佛塔不止一个了，好几个小佛塔。在尼泊尔，你可以常常看到尼泊尔的水啊，来取之不易啊。所以尼泊尔你可以看得到，它到处呢都有这个取水池，而且这个取水池呢，永远东西摆满了哦。说也奇怪啊，真的说也奇怪，哇，这种磅秤啊，哇，这咱今麦一定做这款的，我们现在都用电子磅秤，有没有？在尼泊尔印度教嘛，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印度教的地方，它的宗教阶级人民有分成阶段，所以通常人民之间比较所谓的阶级之分，贫穷度也比较高哦。那再加上说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落后、比较贫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这也就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哦。这种族型的30几年前，但咱台湾呢，这个很凶，有看到无？我看到无哦。啊，这拜拜哦，这差点讲问了什么意思哦 ？OK， 那我刚刚有说过了哦，在整个尼泊尔哦，很多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取水池，因为大家呢都必须去取水来喝啊，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你看这整个街道充斥的很不一样的感觉，有没有？将在前往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宝达佛塔宝达佛塔是尼泊尔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塔其中一个。你看，我刚刚前面有讲印度教，但是呢，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看到的是什么？佛教，有没有看到？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整个沿路上我刚刚有讲到了印度教、佛教、藏传佛教等等，因为很简单，这个跟尼泊尔每一任的国王跟他的继任者跟他的统领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你的统领、你的继任者呢，把他所当时推崇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而为，当然那个时候的整个氛围呢，他就会走向了这一个国家的政策之一哦。宝达佛塔是尼泊尔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在加德满都起窟的所在。世界上大的佛塔其中一个，今嘛是尼泊尔佛塔建筑当中一个极神奇而独特的佛塔，它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保护的遗产。它本身是法身跟佛心法的化身啊。你看到这些藏传佛教的转经轮啊，最神圣的朝圣地是加德满都三国人们其中朝拜的4个重要的佛塔其中之一哦。宝达大佛塔是其中的一座，它分别是在就是整个在尼泊尔当中有4大佛塔，这4大佛塔呢，南貘布达，还有呢斯王扬布然后呢奔代格拉姆，再加上现在我们来到的宝达纳特佛塔。传说宝达大佛呢，它存有1亿万年的第3活佛的舍利子亿万年哇，1亿万年那是真是佛了，它是传说了自1959年西藏难民来到尼泊尔，并在佛塔附近定居以来，佛塔已成为兴盛的佛教寺院跟地工厂的中心。这个地区繁荣的商贸中心来自于巴丹的
尼瓦尔族金匠跟银匠，他们家起家在上吊的，他们这个佛塔的附近，所以这个佛塔的附近呢，被加在金子跟银子啊，然后就在旁边。佛塔曾经被赋予非常多的名字，加德满都的山谷的原住民尼瓦尔人把它称为叫做克什蒂大佛塔，而藏族人呢，很简单的改叫这个佛塔佛塔。所以来到这边，你看到的不是印度教了哦，你看到的是标准的藏传佛教。这归档来，人们一般称为宝达佛塔或者宝塔纳特佛塔都可以。那意思是说呢，证悟者证人的证，领悟的悟，证悟者哦。那佛塔被建成传统的尼泊尔建筑风格，传统的尼泊尔佛塔包括了高耸的基座、球形的圆顶、立方的尖塔，带有13层扁轮的塔顶，还有逐渐缩小的台阶，标准的尼泊尔建筑。就像你到了吴哥窟一样哈，你可以在吴哥窟看到呢吴哥窟的这个宗教，印度教，也可以看得到吴哥窟的佛教，一样的道理哈，就是这个地方虽然大部分呢它是以印度教为它的中心体，但是也就是我刚刚前面特别所讲这个道理啊，因为历任执政者的关系哈，历任的国王，使得这个统领方式呢所做出来的方向就不太一样啊。那在这个地方呢，还可以看得到，城镇里面还可以看到好像丁冠展呢，这个佛像也可以看得到，而且在上面呢，塔尖上还有一个眼睛呢，是尼瓦尔佛塔建筑特色之一，但是这个眼睛好像被包起来了，为什么不知道？在整个尼泊尔，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眼睛啊，佛塔本身代表了佛心法，所以佛塔的每一个部分呢，都代表了证悟的元素还有这个因元素跟因果的意思证，我所谓的证悟不是那种呈堂证悟是证明的证跟领悟的悟那在这个佛塔距离在巨大的正方的基座上面，基座包括了3个重叠的平台，这3个平台组成，代表了37个因，圆顶呢代表自发性的功德的如来藏性，还有佛性佛的潜能。所以这贡格兰呢就很特别了。佛塔的建造年代跟建造者呢已经不详了富有尼瓦尔族跟藏族不同的传说。加德满都当地的人呢，对这边呢也是非常尊敬的，非常崇敬的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但是刚刚好都没有看到，在尼泊尔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种眼睛那有看到的时候再介绍给大家知道西藏呢关于佛塔的起源的观点呢，是151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大佛塔的传说呢。根据的这一个传说呢，在西藏有很多的佛塔，那也流到了这边。在尼泊尔非常多的藏包这很多人不知道，这跟当时中国大力的肃清大力的这个讨伐这个西藏有关系所以非常多的藏包还有的喇嘛他们就跑到这个地方逃到了尼泊尔。那说也是啦，因为这附近的地理关系也有相当大的关系。自古以来呢，藏包呢就已经在这2个地方的串联，再加上以前的这个中共的打压，使得非常多的藏包呢就流落到了跑到了尼泊尔这个地方来。当然呢，也就慢慢的建起了非常多的这一种寺庙这些寺庙呢都是标准藏传佛教。有没有看到在尼泊尔看藏传佛教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有些人真的会好厉害，他们就来这里的话就会有绕108次。我就看过上次一个人说，我们就下午到那边的时候，经文就是我们玛尼贝美hồ，就是藏传佛教这个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文。整个附近呢，全部都是礼佛的藏族人士那波南佛塔也称大佛塔，也叫它宝达佛塔都可以大白塔公也赛那这里又有小西藏之称。这里基外墙有镶嵌着很多阿弥陀佛的浮雕的108个佛瓮跟经轮其实在外围呢比里面更有看头，但是你必须懂得这一个佛塔的历史意义，你才在那边翕上不然有时候你就会开始拍这些吊饰它外面其实有108个佛瓮跟佛塔是最重要的。尼泊尔呢，尼瓦尔人呢，称它为克什蒂大佛塔，藏族人称它为国王狮岩佛塔等等。
是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在大佛塔传说当中提到的满愿大佛塔。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眼睛，这对眼睛就是这对眼睛，这对眼睛呢是最重要的一对眼睛。这眼睛底下呢还有一个好像问号、好像鼻子的东西，对不对？这不是这个在很多的尼泊尔都会看到的这一对眼睛，眼睛中间的圆点代表的佛眼，而佛眼超脱神明，超脱一切。那底下的那一个不是耶皮亚，那个代表一，尼泊尔的数字一代表的只有一个世界，叫做世界和平，也就是众生底下在佛眼，众生底下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佛眼超脱的神明，超脱一切，是无边无界的象征。上指的不夸的吧？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佛眼，所以这两只眼睛是释迦牟尼佛的双眼。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很重要来到尼泊尔，来到这个宝达佛塔，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在尼泊尔有很多东西，你懂唐卡有没有？这个是唐卡，你懂你就懂得怎么拍摄，你懂就可以拍出不一样的感觉。知道一来到尼泊尔看到佛眼，就更会有 feel， 更会有感觉。在这个充满智慧的佛眼底下，我们现在依然在这个佛塔当中。这个佛塔其实呢，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包含它在尼泊尔当中代表的象征性的历史地理意义都很重要，包括在西藏人民的心中那包含了意大利籍的导演贝托鲁奇拍的好莱坞电影叫做《小佛佛》，你们再打个跨过，就以波那佛塔为主要的场景，就是这个叫做宝达佛塔，79年被列为了联合国的世界遗产，1500年以上历史，充满了神奇，充满了传奇，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角度去拍它都有感觉，不一样的感觉那佛塔代表的佛心法，那这里还有包含了佛塔以藏传佛教冥想的图案曼陀罗向上爬升阶梯的方式建筑而成，整个方式真的是说不完。准备前往纳加阔特，纳加阔特呢，是被欧美人士评选为最佳看日出的地方。那在这里呢，基本上呢，它是标明了在你的房间呢就可以看得到日出了，不必整装待发到登山上去看的喜马拉雅山顶的这一个日出其实拉回现实面还比较直接一点纳加阔特就算要看到日出了也不太容易，但是这一个行程呢很特别的是呢，它是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高山上面那山路呢蜿蜒而上路上呢有一层一层的梯田，其实沿路上的景色呢，我觉得山景呢山上的那个路景沿路上的路景漂亮，超过了你早上要看的日出，我是这么觉得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它日出呢它沿路上的山景呢，反而比拍日出还要漂亮好几年前我亲自来到尼泊尔摄影的时候呢，我就对于尼泊尔整个环境呢留下非常震撼的一面整个尼泊尔的这一切到现在还深于我的脑海当中虽然我知道它有一点贫困，我也知道它的各方面的交通不便，甚至呢生活上面也许甚至一些落后，但是我对尼泊尔所给我带来的震撼的那种视觉感觉，还有另外一层的精神层次的体验呢，让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怀的。
把整个纳加阔特的日出景象呢，帮我们拍摄了下来，也拍摄到了这一层的云海。现在又来到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个地方叫做梦想庭园。梦想庭园呢，你会不会觉得听起来就像是梦中想要来居住的地方啊？这里就是梦想庭园哦。我们进来这个梦想庭园来看看哦。其实尼泊尔是一个可以单独出来的一条路线哦，包含还有到期望国家公园去看看它的野生动物，甚至到达了这个喜马拉雅山当然在加德满都也可以加德满都好像也有坐小飞机上喜马拉雅山看日出也有只是天候状况要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地方呢，叫做梦想庭园。顾名思义，人住在这里应该是所有尼泊尔人的梦想吧。你也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有着这样的一个角落，不是庭院外隐隐约约的这个喇叭声呢在外面按了，你还会有一种你现在正在欧洲的庭院当中在这里照相晒太阳，在这里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风情在这个梦想庭园以外的地方呢，情况就会另外一种感觉在嘈杂的市区里面的一个后花园那这个地方其实呢算是1920年当时的尼泊尔的首相的儿子着手新建的宅邸，对于艺术、文学、建筑园艺略有涉略便将这个地方其中这个地方呢，把它设计成了这样子的异国热带的亚热带植物、人工挖凿的水池啦、古典式样的白色建筑物啦至今仍是尼泊尔欧式建筑的一个典范他把他的兴趣展列在这里这个20世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花园，在他去世之后呢就落败了。你看有没有？那里又泼洒一些红血鸡血啦、什么鸭血啦，在印度教里面呢，什么都是神都有灵树也有所以对我们来讲，你可以看到常常在路边有一块石头就泼的那个红色的血树上面泼的一些红色的血就是树神什么他们的神太多了天底下哪来那么多的神真是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人在那边跟他求婚来，那这个加德满都呢，也因为在当时的这个首相自此去世之后呢，落败了就没落了。除了其中一栋建筑物及常数被政府作为图书馆之用，其余的建筑物呢都荒废了
一直到了21世纪呢，才又重新把它修建起来。2006年以后，它才对外开放啊。它就在非常繁忙的特里戴维路上，边亚这个建筑物啊。他们家呢，公园绿地少得可怜的加德满都市区呢，梦想庭园拥有着这里当地年轻人最喜欢的宽阔的绿地、广志的公共座椅。但是呢，我有讲过了，在印度教里面呢，他们崇尚的是什么？种姓制度。这个种姓制度呢，是我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其实我很少讨厌别的国家的文化哈，我对印度文化当中的种姓制度呢，非常嗤之以鼻，非常的讨厌的。他们把人民分成贵族、平民跟贱民。很简单的啊，只要你是贱民呢，这个贱民生下来的世世代代都是贱民，永不得翻身。这什么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吗？印度人呢，印度教的人们，他们被这种观念的洗脑了，他们完全的都遵照这个观念在生活了，看有多么的可恶哦！所以这一些很多的人呢，贱民比狗还不如啊！他们认为贱民是所有生物链当中最低等的，但是他是人类啊！所以像这种梦想庭园呢，在种姓制度的尼泊尔也是奉行着印度教的嘛，当然贱民就进不来啦哦。能够到进来这里面呢，当然就不可能是贱民了啊！贱民呢，有一些路呢，贵族走的路，贱民都不能走哦。这就是印度教哦。看了之后，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所有人都是在看节目哦，应该吸收节目各式各样，假设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跟知识的话呢，把它带着，传染给所有的人，从自己发生就好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全世界，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对不对嘛？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一切啊。OK， 来，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在梦想庭园啊。这梦想庭园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换个立场，在尼泊尔，它就有如 paradise， 好像天堂一样啊。在这里面，你能够进来，在这一个梦想庭园里面呢，哇 ，it's dream， 是个梦想，真的。所以在这个庭园外面的人呢，很难想象哦。虽然他贫穷，但是尼泊尔没什么乞丐哦。乞丐应该是要面包的很多哦，要钱的还好哦。那比起以前的中国大陆好很多了哈，也就是没有整排的那种叫花子哦。那尼泊尔人贫穷是真的哦，有时候给他面包啦等等哦。所以你看，进入到尼泊尔一个印度教种姓制度的祸害啊！这到底是谁发明种姓制度？这个国王真的是下入18层地狱都不够哦。那你看到了尼泊尔，看到他的贫穷，对不对啊？看到他的生活困苦的另外一面呢？再看看，在我们从台湾的人出发到那边，你觉得你的幸福指数有多少？你觉得你的快乐指数有多少？你的人生快乐吗？你看了从天堂看到了地狱，看到了一个不是很有钱的国家，但是他的快乐超过了你，对吧？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许还活在40-50年前的台湾，而看到了一个有种姓制度、有分成贵族、平民、贱民的阶级，又看到了一个这么迷信的国家，这么贫穷的国家。身为来自台湾的你的感觉是什么？这一趟旅程，这是不是就是你想要的？一定是，也一定要是。因为当你游览的这些国家所要带给你的，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带给你的人文知识，这些东西呢，都是万万缺一不可的，对吧？